就是过敏。看着极过敏的人不得不向你低头，又气味为难的样子。平常会鼻塞吗？会鼻塞。对。那因为这个都跟呼吸道的阻力有关，就是说，包括从鼻子、嘴巴进来，如果这个地方比较狭窄，那就会造成我们的软腭去拍动，造成打呼以及睡眠呼吸中止这两种情况。所以我们就要看鼻子如果有症状，当然我们鼻子可能就要把这个鼻夹做个处理，让它缩小。口咽部分包括扁桃腺、悬雍垂、软腭。像我们可以看到悬雍垂特别长，然后软腭空间比较狭小，舌根叶比较厚一点，那这个都是造成呼吸道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。这一区域我们可以选择用雷射或是用高周波的方式做手术，让它这个整个地方能变宽，不但鼻子会变得比较不容易鼻塞，比较不会过敏，那对打呼也都有帮忙。但是在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的改善上呢，通常要在2周后才会逐渐呈现，因为2周内组织还会稍微有点水肿状态，所以2周后开始水肿状态比较消之后，打呼的情况呢逐渐会改善，特别是在满1个月之后的改善情况就会比较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Holly， 我今年36岁，是一位行政主管。我子痫手术已经经过2个月了。我当初想要做这个手术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女朋友是一位刀房护理师。那刀房护理其实很操劳，所以他们睡眠变得很重要。但是我的打呼声其实会影响她的睡眠品质。就是过敏。看着极过敏的人不得不向你低头，又气味为难的样子。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事。她就会变成说，她上班很累，回家之后又没办法睡好，其实负担蛮大的。那这部分才会引发我想要去做这个手术。术后其实对我的影响蛮大的。第一个是我女朋友的睡眠品质真的变得很好。我自己检测，包含她自己的有感、听觉，她都没有感受到我在打呼。那再来是因为我本身以前就是业余的运动选手，那我就算现在坐进办公室之后，我还是希望这件事情不要退化太严重，所以我一直有在很大量的训练，但相较之下体力就会很明显的有差别。那这部分在于是睡觉，我以前只要睡觉只要一趴着我就开始鼻塞，那只要鼻塞的时候，其实我睡眠品质是非常不好的。但做完这个手术之后，我发现我反而几乎没什么鼻塞。而且早上起来精神状况就变得特别好，表示我晚上应该是有睡得蛮好的。术后的照顾吗？我觉得其实有分2个部分，因为我做的是鼻子跟喉咙都有处理。鼻子我可以基本说完全没有痛感。那喉咙的部分，因为它是有伤口，所以就很像是嘴巴破洞的感觉，其实也没有严重到什么地步，就是伤口碰到的感觉啦，差不多这样。但不难看，因为基本上没有照顾过它。侯医师在鼻权威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医师，甚至是老师级的角色，所以我其实蛮放心的。就是过敏。看着极过敏的人不得不向你低头，又气味为难的样子。